入宁安王府为侧妃前一晚，我看到了弹幕，女主正妃做得好好的，女配这个贱人非横插一脚。女配有男主的爱又怎样？左不过只是个妾，进了王府还不是人女主这个当家主母拿捏，最后被发卖到窑子里，浑身溃烂而死。我瞬间转念，将妆奁里那顶原本要献给王妃的凤冠戴在了自己头上。弹幕忽然急了，这凤冠虽然是太后赏给女配的，但女主才是正妃，女配不过是个妾，怎么敢僭越？我冷笑一声，将唇上正红的口脂抿得又浓了些。不想当王妃的侧妃不是好侧妃，谁又生来就该当贱妾呢？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看到这些弹幕时，我才觉醒，原来我所在的是个话本世界。男主是我即将嫁与的宁安王，女主是宁安王妃林之薇，而我只是个无脑女配。宁安王和当今皇帝一母同胞，深受皇帝宠信。2年前秋寿时，我阴差阳错救了他一命，自那不久，我们就成了一对有情人。但我爹官职实在太低，够不上皇家门楣。宁安王不想让我为妾，就暗中帮助我爹，只待他做出政绩，好求皇帝赐婚，让我当正妃。谁成想，前阵子户部尚书上奏，请求皇帝为他家千金和宁安王赐婚。出于朝堂局势考虑，皇帝答允了他的请求。也许是对宁安王的弥补，皇帝又赐了我为侧妃，和宁安王妃前后脚进府。按照话本中所写，京城人皆嘲笑林之薇，直言宁安王有我这么个心爱的女子，往后林之薇定然不得王爷真心，无宠无爱，孤独一生。但林之薇却不以为然，她认为她得皇帝赐婚为正妃，是府里的当家主母，又掌钟馗之权，身份尊贵，大权在握。她对我这个深受宁安王喜爱的妾室是不放在眼里的。在话本中，我进府后却吃醋于宁安王娶了林之薇，仗着宁安王的宠爱，屡屡挑衅他。我的任性无知将宁安王越推越远，后来还因为用假孕小产陷害林之薇，彻底被宁安王厌弃，最后被林之薇发卖到窑子里，浑身溃烂惨死。我死后，林之薇生下嫡子，然后设计死了宁安王，年纪轻轻就当了老王妃，独享无边富贵。整理完脑海里的信息，我既觉得震惊，又觉得好笑。一个深受皇帝和太后喜爱的王爷，怎么可能说杀就杀？宁安王身死，皇帝必定震怒，用尽手段详查。林之薇想独善其身，简直痴人说梦。眼前弹幕在不停滚动，我瞥了一眼，嗤笑着扶了扶头上的凤冠。这是赐婚圣旨下来后，太后专门赏给我的。我救了宁安王，太后对我很是喜爱。加上户部尚书在前朝如日中天，已经成了皇帝的心腹之患。这凤冠是安慰我，也是打尚书府的脸。原本想着林之薇为王妃，我入府后要敬重她些，不让宁安王为难。但现在看来，倒不必了。原本和宁安王两情相悦的就是我，要说横插一脚，也是他林之薇。不想当王妃的侧妃不是好侧妃，谁又生来就该当贱妾呢？我倒要会会这个不求真情，只求富贵的正妃主母。我进府时，府里还挂着红绸，热闹喜庆的气息还没散去。宁安王和林之薇进宫拜见回来时，已是傍晚时分。我向林之薇敬了茶后，便回了自己院子候着。天色渐晚，王府内亮起盏盏红灯笼，我坐在喜榻上，周围只有烛火的噼啪声。昨日是新婚之夜，今日我入府，按理来说宁安王是该宿在我这儿的，但昨夜京郊军营失火，宁安王急忙前去查看情况，忙了一整晚，自然是没有洞房成的。今夜不少人把目光盯在了王府后院，宁安王要是来了我这儿，虽是情理之中，但不免打了正妃的脸。要是宿在正妃那我往后在王府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了。一边是心爱的女子，一边是顾全大局，所有人都想知道宁安王会怎么选。不多时，门被推开，熟悉的脚步声传来。宁安王刚进来，我眼前的弹幕就开始滚动。男主也太偏心女配了，今天应该还女主一个洞房夜啊！女配高兴不了多久，女主身份摆在那，只要她略施手段，男主就会抛弃女配去正院的。女配被狠狠打脸，
可不是要吃醋发疯吗？但没办法，谁让他是妾呢？一日为妾，终身下贱。我看着那些弹幕，心里轻笑一声，不动声色。宁安王掀了盖头，他眉眼间带着熟悉的笑，声音轻微颤抖着：青瑶，我终于娶到你了，只是委屈你了。最后几个字，他说得极轻，还有些愧疚。我含羞带怯地看着他，心里欢喜，将手轻轻放进他掌心，声音轻柔安慰道：能嫁给王爷，妾已经很知足了。王爷累了一天，怕是又要腿疼了，快些坐下歇歇。说着，我便做小女儿状，牵着宁安王的手，让他坐在了榻上。当初我救下宁安王时，他就是腿受了伤，自那起便落下了小小的病根，站久了会隐隐作痛。没有大碍，但我一直放在心上。男人总会喜欢这些细节的。虽说我和宁安王有情，但夫妻之间也是需要经营之道。屋内烛火跳跃，明暗交错下，宁安王俊朗的脸庞多了些锋利的美。听我这样说，他眼尾泛上淡淡的红，看着我愈发心疼。还说我呢，瞧你额前磕红了都不知道。说着他就要帮我取下头上的凤冠。我稍稍后退，打断了宁安王的动作。他手顿在空中，眼里浮上几分疑惑。我认真道：王爷，昨夜被耽搁，今夜您该是去王妃处才是。王妃身份尊贵，又是圣旨赐婚，切不可怠慢。我欣喜他选择我，可我知晓，这不是上家选择。我进入了王府，就要学会筹谋。既然知道林之威会出手，那今夜就是个好机会。我只要以退为进，就能将利益最大化。切不可为了霸占宁安王白白错过，因小失大。宁安王敛了敛眸子，皱眉道：我不愿你受委屈。我眸子亮晶晶地盯着他：王爷，只要您心里有青瑶，青瑶就很高兴了，我不想你为难。宁安王眼里充满感动，动作轻柔地摸了摸我的脸颊，抿了一下唇，最终还是点了点头，然后起身离开。走之前还吩咐人送了不少金银珠宝来。送走了宁安王，弹幕又疯狂滚动起来。这怎么跟我看的不一样？女配搞什么幺蛾子？女配还算有点眼力见，估计是知道自己身份比不过女主，自卑了。这样也好，省得我们女主动手了。贴身丫鬟正在为我卸下钗环。看着这些弹幕，我只觉得他们无知。我是没有抢宁安王不错，但谁说林之威没有出手了？外面传来消息，宁安王走到半路，便遇到了林之威派来送糕点的人。那糕点是宫中常有的样式，多半为的就是提醒宁安王，他们是皇帝赐婚，她是明媒正娶的正妃，也代表着皇帝的脸面。宁安王都走到半路了，还要被人这样威胁。他本就对林之威没感情，林之威这小动作一出，他更是半分好感也无。宁安王索性吃了糕点，到了正院后便发作起来，佯装腹痛，狠狠斥责了林之威。林之威虽将人抢了过去，保住了他和尚书府所谓的面子，但这第一步棋还是他输了。第二日天不亮，宁安王就起身上朝去了。我也起了个大早，将昨日入府时带的凤冠收拾好，放在托盘上，带着去给林之威请安。他今日穿了一身正红的衣衫，坐在上首，端地是雍容华贵。我跪地道：王妃娘娘，妾今日前来，乃是请罪。这顶凤冠妾本是不够格戴的，但实在是太后抬爱，妾也不敢忤逆了她老人家的心意。昨日入府时便斗胆戴了，还请王妃不要怪罪。如今礼成，这凤冠妾是留不得了，献给王妃，请王妃定夺。我深深叩首，语气诚恳。头上响起林之威一声轻笑，他不紧不慢道：柳侧妃这说的什么话？快起来！既然是太后赏赐，我又怎么做得了主呢？紧接着，他身边的丫鬟便将我扶了起来。丫鬟的眼里带着一闪而过的敌意。我抬头瞧着林之威毫无波澜的模样，微微勾了勾嘴角，但他眼里的那抹不悦骗不了人。我就是故意来恶心他的，也是在不动声色地挑衅他。无论是昨日戴的只有正室能戴的凤冠，还是让他被宁安王斥责，他都只能吃闷亏。而他明知道是我故意为之，却无能为力，在面上挑不出错来惩罚我。林之威自然是不会收那顶凤冠的，只能赏赐下来不少珍奇的物件，
来展现她作为主母的富贵和宽宏大量。弹幕也嘲讽道：“这雪锦可是皇帝赏赐下来的聘礼，千金都难买。要不是女主赏赐这么好的东西，女配这辈子见都见不到。”女主也推损了，这些都是接近正红的料子，女配是妾室，敢穿就是僭越，这不赤裸裸讽刺女配呢？女配瞎蹦跶，却打了自己的脸，怕是要气死了。女主坐在了她最想坐的王妃之位上，只要女主不犯大错，女配永远别想出头。我只觉弹幕好笑，我跪谢林之薇，心里盘算着，倘若她也和弹幕一个心思，那她这个王妃的位置也坐不了多久了。从小到大，我从未听过讽刺打压一个人要给他千金难买的宝贝以及数不清的贵重珠宝的。我可是实打实得了好处，而我心里笃定王妃的位置往后是我的，所以我也不会生气。想让我生气嫉妒，那不纯纯是他的臆想，精神胜利法吗？林之薇这遭跟活菩萨做善事似的，实在不该是一个当家主母该有的手腕。宁安王下朝后，象征性的先去正院坐了坐，而后便来揽翠院陪我用午膳。用了午膳，我帮他按着太阳穴，看着他这样劳累，我心里有些心疼。皇上准了您休息，您何必这么早就去上朝，没得累坏了身子。宁安王闭着眼睛享受，有些无奈道：我见到林之薇就烦，又不能一直待在你这儿，将你往风口浪尖上推，索性忙忙公务，眼不见为净。顿了一下，他又道：若不是为了帮皇兄稳固朝堂，我的王妃只能是你才是。我心里微微有些动容，虽说我有私心算计，但到底是善解人意，让他以大局为重。我不想让他为难，他也时刻想着护着我。想着我们过往2年的情谊，我心头也忍不住浮上一丝甜蜜。随即又想到话本子里写的林之薇在我死后会去负流子，我心里不免又冷下去。他真是恶毒又天真。抛却他全身而退的可能性不说，宁安王府受宠，不是因为这是王府，而是因为宁安王。纵使从前皇帝与太后在对宁安王府好，可宁安王死了就是死了，人死如灯灭，人走茶凉，情谊也会慢慢消散。没了宁安王的王府，只会迅速凋零，就连世子也不见得会有多好的前途。说句不好听的，女子被幼于后院，一身荣辱就是记在男子身上，男子好了，后院的女子也才能沾光。我生而渺小，自问没那么大本领，改变不了这一点，那就只能去适应。我想过得好，我筹谋王府荣华富贵，但我对宁安王有情也是真的，只是我将期望降低了些，多存了些理智。事在人为，如今我既然知晓了结局，我不赞同，也不会走林之薇的那条路，我必然会阻止他。凭什么我得到了鱼，就必须失去熊掌？我偏不，情爱和荣华我都要。我正想着，宁安王的声音又将我的思绪拉回。过几日母后生辰，正好他也想你了，届时你跟我一同前去。我脸上立马挂上娇笑，绕到宁安王身前，拦着他的脖子撒娇：多谢王爷，王爷真好，时刻想着妾呢。看着急得跳脚的我弹幕，心里也乐开了花。原本我身为侧妃，宫宴是没资格出席的，弹幕都这样义愤填膺，林之薇要是知道了，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呢？事实证明，林之薇还是有些急了。宁安王对他没了好感，3朝回门时还是在我劝说下去的。他全程很是冷淡疏离，让林之薇在娘家好没面子。许是林之薇觉得我能出席宫宴，是打了他和林家的脸，挑战了他主母的威严，又或是觉得回门之事是我从中挑拨，便对我做了小小惩戒，随意找了个由头，将装扮奢华的揽翠院的东西都收了回去，只留下分例内的，同从前比起来，甚至寒酸。弹幕滚动，女主管家，狗男主和女配花的不都是女主挣的钱，就是要收回来，不能便宜狗男女。女配不就是能破例参加宫宴吗？还不是靠男人得来的，不像女主自己手握权力，动动手指就把女配收拾了，主母风范尽显。这下没了钱，女配就要找男主闹了，到时候女主使出离间计，男主和女配的感情就要破碎喽。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弹幕跟得了失心疯似的。我从没想过闹，
而是在心里盘算着怎么在宫宴上摆林之威一道。争眼前一时之利有什么用？等斗倒林之威，我当了王妃，府里什么东西不是我的？宫宴上歌舞升平，皇帝和太后坐在上首，底下都坐着一些小辈，说这些吉祥话哄太后高兴。林之威呈上了提前备好的礼品，除了常规贵重的金银玉器外，还有一尊繁复精美的贝雕，栩栩如生地刻着太后年轻时的模样，最上头还有万寿无疆4个大字。林之威特地说，这贝雕不仅仅用了贝壳，更是在上头镶嵌了难得的千年韩愈万寿无疆几个大字，还是他亲手雕出来的。这东西新鲜，太后一下被吸引了注意。虽说他对这个儿媳不是顶亲热，但这个生辰礼，林之威明显是用心了的。太后眼里是止不住的欣喜，点点头道：“之威有心了，能娶你这么个贤惠的王妃，是郎儿的福气。裴明郎便是宁安王。”林之威不卑不亢，起手谢恩，不过3两句话，又将太后哄得眉开眼笑。落座间，林之威扬着下巴，一个眼神都没给我，端地是尊贵高傲。倒是他的丫鬟瞥了我一眼，满是得意与轻蔑。这时弹幕滚动起来，女主爹曾在江南沿海任职，做出不少政绩，女主献上贝雕，不仅让太后高兴，还能让皇帝想起他爹的好，简直一箭双雕。只要女主娘家更好，女主就在王府后宅屹立不倒。女配傻眼了吧？女主家世代簪缨打的就是女配她爹10年寒窗，菜就多练。我敛下眸子，有一搭没一搭拨弄着手里的手绢，仿佛场上的热闹与弹幕的嘲讽都与我无关，心里默数着3、2、1。只听哐当一声，宁安王直挺挺栽倒在桌子上，整个人面色苍白，双目紧闭。在场人吓坏了，太后大惊失色，皇帝更是皱着眉头站了起来，看向宁安王的方向。我暗中拧了一把大腿，冲上去将宁安王抱在怀里的功夫便泪凝于睫，场面乱作一团。宴进行到一半，被迫中断，宁安王被抬到了偏殿，皇帝、太后、林之威都守在床边。不多时，太医来了。诊完脉后，太医直言，宁安王是当年的伤落下了体弱的病根，本来无大碍，但最近被寒气侵入体内，这才忽然发作。倘若救治不及时，恐怕会落下一辈子体弱的毛病。我哭得双眸通红，跪在床前，切知小王爷有救急，日常更是万分谨慎，连风都不敢让王爷直见，怎么会寒气入体呢？太医认真严谨道：皇上、太后未必是天气的原因，其他大寒之物靠近，或者被王爷误食，也都会造成此般后果。太后和皇帝本就担心，深深皱着眉头。几乎是瞬间，太后便冷哼一声，朝着林之威发难：林氏，瞧你干的好事！郎儿的身子多年来都相安无事，若不是你在府里搞什么千年寒郁，他会突发重疾吗？林之威没想到太后会忽然兴师问罪，连忙跪下认错。母后息怒，一切都是儿媳的不好。儿媳入府时间尚短，一心只想着为母后尽孝，疏忽了王爷，请母后责罚。林之威还算聪明，知晓太后如今正在气头上，他要是辩解，太后说不定会更生气，索性直接认错。只是他深深叩首时，露出手上因雕刻受的不少的伤口。太后瞧见了，面上露出一丝不忍，毕竟是为他庆生，也是林之威的一片孝心。太后没有再继续斥责林之威，但也没有叫他起来。林之威稍稍松了口气，但下一秒，皇帝不怒自威的声音传来：依照宁安王妃的意思是，一切都是母后的错了。林之威上瞬间浸出一层冷汗，他不知皇帝为何忽然发难，只得赶紧认罪：臣妇不敢。皇帝锐利的眸子盯着地上的林之威，只轻描淡写道：宁安王妃林氏照顾宁安王不周，害得其突发重疾，杖责30，以儆效尤。林之威瘫软在地上，他向来风轻云淡的表情终于皲裂，不可置信地望着皇帝。我跪在床榻前，用热水打湿的汗巾为宁安王轻轻擦拭着。余光瞥见林之威吃瘪的模样，死死压制住了嘴角的笑。林之威还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家是从我爹那代发家，也不是什么达官显贵不假，但他们似乎忘了树大招风，功高震主。
林之威的东西是将太后哄高兴了，但他没注意到皇帝的笑不达眼底吗？皇帝本就敏感度多疑，最忌讳臣子居功自傲。林之威在他面前这般，不就是提醒皇帝，他身后是尚书府吗？后宅争斗，即便是闹得再凶，毕竟是家事，皇帝也管不着。但若是有人让他觉得心思不正，牵扯到前朝，皇帝自然不会坐视不理。正好我又将这个机会送到皇帝跟前，皇帝必不会轻饶了林之威，即便是林尚书的女儿，也要被杖责30，以儆效尤。天子要让所有人都知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而我也会让林之威知道，他的出身是他的仰仗，也能成为他的掣肘。林之威挨了打下不来床，而我则没日没夜守在宁安王跟前，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宁安王对我的情谊更甚，还想将管家全给我。我拒绝了，只道纵然王妃犯了错，可他已经受了罚。若是他再将管家权给了我，这算什么事？不是我不想要管家权，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宁安王看我的眼神情谊更加深重，说有我这样懂事的人在身边，日子不知有多舒心。我只笑笑不语。晚上回到院子，平退所有人，只剩下贴身丫鬟为我卸去钗环。丫鬟心有余悸，侧妃这般做，着实是剑走偏锋了。倘若叫王妃发现了，我们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我将耳坠子取下，随手扔在妆帘里，富贵险中求，小心些便是，有什么好怕的？林之威那千年寒郁纵然有影响，也不会让宁安王在宴席上突发恶疾。是我在宁安王身上下了毒，这毒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慢慢累积在体内的，不会轻易爆发。大殿上那尊寒玉被雕成了导火索，病发之后根本看不出来是中毒的症状，只要救治及时，对身体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才无所顾忌地对宁用。我与宁安王两情相悦，他是能护着我不假，但不保证他能护我一辈子。一辈子太长了，变数也太多了，我需自己筹谋。算计他是我情非得已，但我不会像林之威那样，真的叫他受了什么伤害。丫鬟不作声了，我心里不免升起一丝心疼和愧疚。明日叫小厨房备好食材，往后王爷的药膳，我亲自来做。弹幕在眼前滚动，哇去，女配才是白切黑大女主啊，连王爷都算计，分寸又拿捏得恰到好处，这股子黑莲花的劲儿我爱了。是我打开的方式有问题吗？怎么跟我之前看的不一样呢？屁的大女主，搞来搞去还不是靠了男人，别侮辱了大女主这个词。我瞧着对我夸赞的弹幕，不住地翘了翘唇角。但所谓的靠男人，侮辱了大女主这个词，我倒很不赞同。凭什么不能靠？男子一出生便有诸多助力，我有向上的心思与魄力，这一路上就必须孤身一人，披荆斩棘吗？能靠男子，利用男子，也是我的手段。不要用狭隘的思维与眼光去定义所谓的大女主，这样只会斩断女子的助力与羽翼，这未免也太不公了些。将所有都抛诸脑后，我好好睡了一觉，毕竟后面还有硬仗要打。不出2日，宁安王便好了，又生龙活虎起来。他那边也不需要我守着了，我便去正院，守在林之威床前。毕竟他是主母，我是妾室，他现在抱病在床，我需要是急。林之威趴在床上，没了往日的清冷和高高在上，他瞥了我一眼，冷笑道：到底是相处时日短，我竟不知柳侧妃也是个妙人，难怪王爷会喜欢你。我端着药站在一旁，低眉顺眼，王妃折煞妾了，药要凉了，赶快喝吧。林之威被丫鬟搀扶起来，我自然而然坐在床边，给林之威喂药。谁知刚喝到嘴里，林之威便将药吐了出来，又将我手上的药丸打飞，勃然大怒道：你是想烫死我吗？他溢出了眼泪，舌尖也被烫起了水泡，不像是装的。我赶忙跪下请罪。林之威不打算放过我，将身下的软枕砸向我，作死！来人，柳侧妃侍奉不力，以下犯上，给我掌他的嘴！林之威一反常态，喜怒形于色，张口就要打我。瞧着他反常的模样，我敛下眸子里的轻笑。昨日他听说宁安王想将掌家权交给我，便连夜在王府的产业上做了手脚。只要我接手中馈，那铺子便连本带利，亏得连2两香油都不剩，
而他的私产则会赚得盆满钵满。若是这样，王爷纵然再宠爱我，也会对我不满。今日他便故意发难我，不仅能光明正大收拾了我，出这么久以来的恶气，还能趁机抛出掌家拳，要我自己咬饵。而我也早就知晓他的心思，今日故意到他面前，故意烫了他，能让他添堵的事，我自然乐意做。林之威身旁的丫鬟婆子就要上前打我，就在这时，宁安王大步进了内室。放肆！林之威眼里的得意的目光瞬间熄灭，化为不甘。我跪在地上，装模作样擦了擦眼泪。宁安王心疼极了，赶忙上前将我扶起。我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替林之威求情：王爷，是妾的错，他有伤在身，您别怪他。宁安王心痛抚摸着我发红的手，看向林之威的眼里浮上一丝厌恶。他挨了打是他咎由自取，如今竟然不知悔改，将怨气全撒在你身上，如此行径，德行有亏，怎担得起王妃之责任？林之威或许是不明白为何宁安王来了，眼里闪过一丝惊诧，随即林之威扬着下巴道：是柳侧妃侍奉不周在先，王爷上来便不分青红皂白斥责我，是否太不公平了些？宁安王嫌恶之色更盛，皱着眉头冷声道：不可救药。既然王妃抱病在身，便好生养伤，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外出，管家权就暂且交给柳侧妃。说完就揽着我出了正院。离开前，我回头看向榻上的林之威。今早出门时，我故意将宁安王常佩戴的玉佩遗落，他派人回来取的时候，就会知晓我来正院是急了。他放不下我，自然会火急火燎地赶回来。林之威想长乖我的算盘落空，又白白被我烫伤，他眼里升起一丝恨意。我挑衅一笑，迈步离去。此时弹幕滚动，就这个美丽坏女人爽！天哪，好一个宅斗碟中谍，太会算计了，要爱这个女配了。楼上没毛病吧？谁会喜欢一个贱妾啊？好没品啊！我们女主才是正妻好吗？女配是小三，一群人爱小三，简直三观不正。我嗤笑一声，丝毫不在意骂我的声音。如今我已经拿到管家权，林之威在皇帝、太后还有宁安王那都没了好印象，现在又被禁足正院，且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小手段，想要破解自然是不在话下。我相信这王妃的位置很快就要换人了。我开始管家后，首先派人暗中挤兑了林之威私产的铺子。他的这些铺子都是以尚书府为靠山开的，别人不知道也许会害怕，但我可不会。打击掉林之威的铺子后，王府产业在我手上不仅毫发未伤，进项还比从前多了许多。林之威知晓后，彻底绷不住了，再也保持不了那高高在上、云淡风轻的模样，摔了好几个茶盏，都没能平息心里的怒火。他越生气，我就越舒心。我和宁安王煮酒烹茶，赏花谈诗，感情也是比从前深厚了不少。日子过得很快，林之威就算是伤好了，宁安王也没有解开他的禁足，更没有将钟馗还给他的意思。林之威算计失策，现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临近夏日，江南一带向来有水患，府里这小半年来进项颇丰。我捐了不少银钱给江南，又买了些粮食和药品等存着，以防万一。不日便是国公府老夫人的寿辰，宁安王终究还是将林之威放了出来。弹幕上一下炸开了锅，笑死了！不知道女配在筹谋个什么劲儿，我们女主的身份往那一站就赢了。爱上女配的都出来看看，你们主子终究只是贱妾。上部的台面，像这种社交场合，还是需要我们女主来。只要我们女主出来，女配算个屁啊！在这儿上蹿下跳招笑，谢谢你帮我们女主分担重任哈，打工仔。府里的人之前也对我颇为信服，宁安王这一操作，难免叫底下的一些人变了心思，说话也不好听起来。说不难受是假的，但我也没太放在心上，只是为了让宁安王心疼，做出了苦肉计，哭红了眼睛，却要在他来的时候故作坚强。宁安王看了，又是自责心疼，又是愧疚。他抱着我道：青瑶，是我对不住你，但国公夫人身份贵重，你如今只是侧妃，倘若出席她的寿宴，可能会惹了她不快。但你放心，我发誓不会让你永远屈居人下的。我的本意从来都不是让你只做侧妃。
说完又心疼地补偿了我许多金银珠宝。我窝在他怀里把玩着他的玉佩，声音闷闷的，但善解人意道：王爷，妾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够了。宁安王又心疼地将我抱紧了些，而我心里想着怎么给宁安王再下一剂猛药。林尚书近日在朝堂上也是春风得意，林之威出来后，以雷霆手段又将府里钟馗掌握回去，一下子他又恢复了往日荣光，都在嘲笑我的谋划成了一场空。但只有我知晓，宁安王与皇帝近来在暗中谋划着什么，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林尚书早就引起了皇帝的不满，现在只需要一个契机。没2日，我感觉身子困乏的不行，无论怎么睡都睡不够，整个人都恹恹的无精打采。悄悄从府外请了大夫一看，原来是有了身孕。宁安王知晓后，高兴得像个孩子，还抱着我转了一圈。他本想赏赐我不少东西，再给我请个御医，这些都被我制止了。我道：王爷，头3个月胎气还不稳，不如暂且保密，等月份大了再公布也不迟。随即我又咬咬唇，犹豫道：况且王妃还未有孕，且怕她不悦。宁安王面上的笑容慢慢消散，目光落在我的小腹上，带上了不少愧疚。随即他点了点头道：也好。我瞧着他眼里的情意，笑着对上，又亲手给他端来糕点。小姨温柔的伺候，宁安王眼里的温柔都要化开了。送走宁安王，弹幕又滚动起来。来了来了，女配作死之路开启，假孕陷害女主，被男主彻底厌弃。剧情虽迟但到，之前说喜欢女配的，打不打脸？一群没脑子的蠢货。太好了，我还以为我看到盗版的了，坐等女主独享无边富贵。我轻蔑地看着弹幕，且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此后，只要是宁安王入口的东西，我都亲自服侍，入口前我都要先试试温度。宁安王很是受用，温香软玉，又即将有个心心念念的孩子，他别提有多开心了。但最近他公务愈发繁忙，回府的时间越来越少。林之威在府里更是风生水起，就连宁安王也渐渐不放在眼里。我更是在他面前夹着尾巴做人。这天我去给他请安时，林之威这一种怜悯的目光看向我：妹妹好手段，可惜啊出身微贱了些，不然我这位置你还能真坐上一坐。不过妃就是妃，侧妃就是侧妃，差一字便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往后该守的规矩，侧妃还是守好才是，我们来日方长。吃过我的亏，极恨使林之威在我面前也保持不住风轻云淡的模样。我并未反驳，只轻笑一声：王妃教训的是。林之威冷嗤一声，许是在酝酿更周全的计策，他没有对我出手。我出了正院，阳光正好，看着奢华的正院，我弯了弯嘴角。府里看着是风平浪静，相安无事，实际上暗潮涌动。我也该出手了。从正院回去后，我小产了。宁安王赶来时，我正虚弱地躺在榻上，一盆盆血水往出端。他面色苍白，眼尾发红，双手止不住颤抖着。我苍白一笑，轻轻牵着宁安王的手道：王爷别伤心，孩子还会再有的。是我身子不争气，没有福气。嘴上虽这样说，但豆大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落，顺着太阳穴重重砸在褥子上。宁安王紧紧回握我的手，眼里是痛彻心扉。我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再醒来时，便得知林尚书被皇帝下了大狱，林之威被宁安王杖责50，扔到了偏远的院子去。我才知晓，我昏迷了2日2夜。昏迷这段时间，宁安王不顾大臣们弹劾反对，连夜强行搜了罪证，将林尚书及其党羽全部送进了大牢。他本就跟皇帝早有筹谋，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如今这样，只能他来背这个骂名了。刚睁开眼，便看到满脸青渣、憔悴的宁安王，他抚摸着我的脸颊，眼里都是懊悔、亏欠和心疼。我首先心疼道：王爷何苦为我乱了阵脚，徒增骂名？他声音哑：是我的不好，若我早些动手，便也不会失去我们的孩子，都怪我想，是我的错。弹幕都在不解，为何我假孕陷害，却和既定的剧情不一样？当然不一样，我的确是假孕，但我没有上赶着用那种拙劣的手段陷害林之威。他对宁安王起了杀心，在他的饮食的调羹上下了毒，
而我每次都替宁安王尝吃食。所以在宁安王查到的真相里，是我阴差阳错替他挡了毒，我们的孩子也是因为他才没的。他不能恨自己，只能更痛恨林之威，何愧对于我。宁安王或许会不爱我，但是他不会不爱他自己。我假孕小产，让他查出林之威给他下毒，宁安王肯定不会放过林之威。果不其然，宁安王上奏，以谋害亲夫为由头休妻，将被打得半死的林之威扔回了林家。这个结果一出，弹幕押宝我的都乐翻了天。我就知道女配不会这么没脑子，女配牛逼。天啊，白切黑黑莲花人设好带感，女配的脑子给我当立本人耍呢。感觉这才是女主。那些骂我们轻摇的，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宁安王离开，我安心闭上眼睛，沉沉睡去。这些日子的谋算也的确劳心劳神。等彻底清查林家一案后，宁安王上奏，请封我为正妃。皇帝欣然应允，太后也赏下了许多东西。时隔2年，我拿回了属于我的宁安王妃之位，可喜可贺。往后我坐享荣华，手握大权，爱的人也在身边。当久违的弹幕再次提起林之威，我都有些恍惚。林之威，哦，一个被我清理的绊脚石罢了，不足挂齿。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